清晰。R9S OPPO 拍照手机。在哪儿了？有人投降了！在哪儿了？死者是被杀害之后抛尸入井。死者名叫谢立军，61岁，终身未婚，独居。另外，死者还有一个哥哥，叫做谢立国。他的确是被人摁压住口鼻腔之后导致的机械性窒息死亡。遮盖死者的面部只是凶手其中一个目的，除此之外，绳子的另一端还绑着坠尸物。同志人道，继续当成坠尸物。从宽度上看，应该是拖动尸体留下的，两侧是死者双手的位置。那说明是单人作案。当晚谢立军和谁一起下的棋呢？提取烟头的 DNA 结果显示，就是报案人老赵。我咒他断子绝孙！老赵身上还是存在疑点的，所以我怀疑他是在说谎。厅长，你看，井里没有东西，这上面有很多小孔，应该是人为炸的。这里面全都是这样的石子。这种石子一般是建筑用的材料，修路或者盖房子的时候比较常见，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田野里。凶手一般寻找沉尸物都会就近取材。在老赵家的附近有什么修路或者建房子的工地吗？老赵家没有。但是在距离死者家以北300米的地方，有一处正在盖房子。我们当时走访的时候，还从那路过过。你说这个地方在死者家哪边？死者家以北300米。北边？奇怪。我说你们是不是警察啊？这杀人犯在外面快活的要死，你们把我给抓到这儿干嘛？我真是倒了8辈子血，这倒就倒到家了。我好好的一口井啊，给丢了个死人啊！你们还把我抓到这儿啊？我们在谢立军家发现了你的指纹和 DNA， 所以麻烦请您配合我们的调查。我怎么配合你们啊？我家井里发现了死人，那我就成了杀人犯了啊？你们就这么破案啊？是警察吗？您先冷静一下好不好？啊，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，但请你先冷静，配合我们的调查。先喝口水。我不喝水，我冤枉死了，我喝水呢。根据老赵的反应来看，凶手应该不是他，但是我们目前还找不到任何排除他嫌疑的依据，所以我们还不敢放人。他自己也承认，案发当晚他确实跟死者一起下过棋，但是10点钟左右他就回家睡觉去了。根据我们的调查，他最近确实也没有什么过激的行为。我们之前都忽视了一个问题：如果真的是下棋导致的激情杀人，那通常都是立刻作案。但根据尸检显示，死者当时在睡觉，凶手是从外悄悄进入，突然发动攻击，这不符合激情杀人的现场。除此之外，从老赵家的水井，也就是抛尸现场，向北走到死者谢立军家，我们之前测量了一下，大概花了10分钟左右。一个成年人每分钟大概能走80米，也就是说这段路程大概在800米左右。而石子堆在死者家以北的300米。如果真的是老赵干的，他要先从南向北走800米，完成杀人行为，再向北走300米，取得沉尸物，而返回水井抛尸。这个路线有点不合常理。这个行为逻辑确实有点奇怪。
我睡哪个屋啊？这边。这男男女女的睡在一起，不大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有地方睡就不错了。我那不是怕你们吃亏吗？哟，不睡枕头啊？上次我们去村里办案，睡了老乡多年没用的枕头，结果头上长了虱子，回去我就剃了个光头。老秦没去吗？去了呀，他研究了一晚上跳蚤产卵，愣是没告诉我。那也是你自己观察的不仔细。宝宝，没有，我在农村办案呢，信号不好，不是不回你消息。我给你微信说好不好？啊？大宝，我们遇到豆腐摊了。来开豆腐老爷了。大宝，我们要哪一块？这一块。装豆腐的。哎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我有一个想法，需要验证一下。这才6点，你怎么起得比我妈还早？哎，秦明呢？我怎么知道？那我们俩先去，快快快！走了走了，快点，来不及了！快点快点啊！行，你拿上衣服。我之前就觉得这个塑料袋上的孔吧，应该不是凶手刻意扎的。你想，从他抛尸入井，又取了那么多树枝填井这个行为来看，他当时应该处于很紧张的状态。一个人在非常紧张的状况下，怎么会想到再给塑料袋扎孔这样的细节呢？那不老秦吗？老秦，我们找到陈尸袋的来源了，应该是装豆腐用的袋子。凶手最近应该去买过豆腐。谢丽君家里是不做饭的，应该不会有这种东西，所以凶手应该是在自己家中准备了袋子、绳子、交通工具，然后又顺路装了石头。石子堆在死者家以北300米，那也就是说，凶手家也在北边。对，凶手家在死者家的北边，单人作案，最近买过豆腐，有交通工具，现在有的信息量就是这些。你看，这些树枝这么细碎，如果这个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或者电瓶车的话，很难把这些细小的树枝绑在车上。只有3轮车可以很方便地把树枝从这里运到井边。有了这个想法之后，我早上又来看了一下现场的痕迹。3轮车留下的痕迹是非常独特的，一个前轮跟2个后轮之间会留下3条间距相等的印痕，在转弯的时候会暴露得更加明显。而这里就是一个典型的3轮车掉头留下的痕迹，可以比对这个轮胎花纹吗？现在交通工具留下的印记，还有陈尸袋的来源都已经确定了，这样侦查范围是不是就可以缩小了？没错，我现在就去查。根据现在已有的条件进行排查，住在死者家北面的一共有27户人家，而这27户人家符合体型描述的一共有32个人。
我们也去查过镇上的豆腐摊，符合现场同样塑料袋材质的一共有2家，而且这些窟窿都是这些摊主自己扎的。因为都是村里的人去买豆腐，所以他们的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。在这32个人当中，有这11个人最近去买过豆腐，而在这11个人当中呢，有7家人是有3轮车的，但是我们根据这些3轮车的车轮印进行比对，全部都排除了。剩下4家没有3轮车的是谁？这4家人是谢思淼、谢峰、谢立国。还有李淑七，我们去看过这几家的院子，确实没有发现3轮车。那这4户人家中，有没有丢过3轮车，或者借给过别人？这个不能问的，问了就暴露我们的侦查手段了。可是现在挨家挨户的查车轮印记，他们应该早有察觉吧？这4家没有3轮车的人的院子有照片吗？有。慢点。停。这是谁家？这是谢立国家。如果他家没有3轮车，为什么会有这么新的3轮车吧？哎，两位同志，什么事儿啊？说，您家车呢？什么车呀？3轮车。我们家没有3轮车。这是我捡的。哟，大婶儿，借你家3轮车试试呗。行啊。哎，你不给骑出去了吗？咋没给骑回来呢？叔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是这吗？对，他交代的就是这儿。跳过。说说吧。20多年前，我跟我弟弟都到了结婚的年龄。2个30大几的光棍，谁该先娶呢？家里就这么点钱，我父母决定让我先娶，让我弟弟先缓一缓。可结婚以后，我觉得特别不对劲儿。他们走动的特别频繁，平时送个饭什么的也就算了，可我媳妇儿生孩子难产，她比我还着急。您说，我媳妇儿生孩子难产跟她有什么关系？我老觉得毛毛不是我的孩子，是不是自己的孩子，自己心里最清楚。那天，我发现她又给我弟弟送饭，我不放心。就跟了过去。哎呀，咱毛毛又长高了，用不了几年就可以上大学了。毛毛，以后想不想上大学啊？想。那以后管我叫爸爸好不好？我不敢。为什么？我怕爸爸打我。爸爸昨天都打妈妈了。毛毛，不敢胡说。他打你来的？毛毛，去。把这个菜端到那个桌子上啊！就是他打你了，看看，
这是他打的？狗日的！我找他去！我别，立军哥，他现在越来越怀疑我们了，我怕咱俩的事快兜不住了，我实在是受不了了。你带着我和孩子走吧。咱们走。我听到他们俩说要带着孩子私奔，这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。他们俩一直在一起，早就有一腿。早知道这样，当初我把他娶进门干什么呀？那天晚上，我睡不着觉，出来遛弯，走到大厅家门口，看门开着，我就进去了。他睡着了，我就悄悄地骑到了他身上。他突然醒了，我一紧张，就把他的嘴给捂上了。过一会儿，我冷静下来，松开手，发现他已经死了。我出去找了根绳子，进来的时候，我看见他一直在瞪着我，真的害怕极了。我就找了件衣服，把他的头给包上了。回家，骑来三轮，把他拖到车上，扔到了井里。后来为什么把三轮车给拆了？听村里人说，你们要抓有三轮的人，我心里害怕，就把三轮车给拆了，埋在了自家地里。其实，如果他们娘俩真的走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也是个可怜的人呐，一个男的被绿了10几年，换做是谁都受不了吧。那个女的也挺可怜的，嫁给了一个自己不爱的男的，忍了一辈子。还有那个小孩，一下子失去了2个父亲啊。不幸的人生各有各的不幸，无论是做一个不幸的分母，还是做一个不幸的分子，结局都令人扼腕。这就是生活。来，尝尝。谢谢。那我们的爱好还挺一致的。爱好一致太重要了，以后我们俩至少不会缺少共同话题。啊，尝尝。哎，你平时就这么爱穿西装吗？我今天这是为了见你，平时我穿的挺随意的。其实我也挺注重舒适的，因为我觉得人吧，其实简单点挺好的。我平时所以也不怎么化妆。不化妆好，健康。
再说你本来就自然美，真会聊天。其实我这人呢，缺点挺多的，比如说好吃。我就喜欢做菜，而且做的特别好吃。真的？有机会一定让你尝尝。别烫着，别烫着。哦，谢谢。就是我们这个职业吧，工作时间有时候不太稳定，这个你能接受吗？我是写书的，工作时间很自由，完全可以配合你。我吧，就崇拜作家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可以在家里不出门，而且知识面又丰富，真棒。码字赚钱呗。那你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什么看法吗？医生多好呀，白衣天使，又能救死扶伤。我妈跟你是怎么说的呀？阿姨告诉我，你是医生啊。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我想我妈可能跟你没说清楚。我呢，是一名法医。法医？那你平时工作也接触尸体吗？嗯。吃饭之前手洗了吧？吃饭之前呢，我还真没洗。你知道，像我们这样的工作吧，做的时间长了，有时候你不闻点尸臭味，你都没胃口。我们平时呢，其实工作也很简单，就是和一些什么尸块啊、尸体啊打交道，就是压扁了头，还有那个腐烂的肉。你知道最可爱的是什么吗？最可爱的是你蛆，还有微生物。哇塞，琳琅满目，生机勃勃，又白又嫩，真的看着特有幸福感。怎么样？接受不了吧？不是，我觉得你人还是特别好的，就是职业，咱能不能换一个？其实我人呢也不怎么地，职业呢我也不想换。你说你一个小姑娘，好端端的干嘛非做法医，天天跟尸体打交道？正常人应该都不喜欢和尸体打交道吧？但是这些工作总得有人做，我们不做的话，谁来做呢？那就这样。谢谢你的邀请。再见。服务员，买单。买单还是我来吧。啊，不用了，再见。走了，走了。这是第几个了？第9个。看来是又黄了。走吧，回局里。
这个照片这么模糊，字体写的也很随意，看不出来什么东西。我们一般判断字迹呢，是看写在纸上的字，下笔力度是一个印证。这个字看不出来下笔的力度，不过字体很娟秀，说明写字的人文化程度并不低。从书写姿态来看，凶手很从容，杀了人也不慌，说明心理素质不错。还能说明凶手不是蹲在地上或者弯着腰写的。这个推断好，我们大致能判断出来凶手的身高是多少。可以，因为一个人站立平视书写，字体中央的高度会在鼻唇之间。据资料显示，这个字的高度应该是在1.5米，那么加上20公分的话，应该是1.7米，说明这个女人个子并不矮。女人？不是，1.7米这个身高，我觉得是男人的话好像会矮了一点，但是女人的话又高了一点，不能判断是女人吧？你看这儿，仔细看，这里有一点指甲油的痕迹，因为颜色相同，所以很容易会被忽略。哦，这个判断很重要，宝哥，你的痕检知识帮了大忙啊。剩下就交给你了。喂，命案。这我还是第一次来影视基地呢。拍戏不都是用空爆弹吗？怎么会打死人呢？道具枪可以用真的，但子弹确实不该有。看来不用带鞋套了。现场的情况混乱，足迹已经没有什么对比的价值了。一股酒味儿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我等一下做一下酒精测试。死者应该是在这里中枪，然后走到那边倒地身亡，所以这里有一串血足迹，应该是死者自己的。还有其他人的血足印吗？从血足迹的花纹来看，应该是一双鞋，就是死者脚上的那一双。你们过来看一下这把枪，这是一把自制的猎枪，单管，枪管长度大概在40厘米左右，再加上枪身和枪托，这支枪的总长度大概有60厘米左右。而且根据新旧程度来看，这把枪应该是刚刚做好的。这个环境是一个封闭的环境，并不是杀人的最佳地点。因为一旦有一个人站在这个摄影棚里面，太容易看到案发的全部过程。一般枪杀案也都是有预谋的，很少临时起意。在这种封闭的环境下杀人，凶手难道是蓄谋已久？有可能，但是现有的线索不足以支撑我们做这样的判断，要尸检过后再说。尹队长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秦科长，你好。啊，戴手套不方便。来介绍一下，我们前期调查的结果是这样的：死者叫胡奇，37岁，从农村来的，是这个影视基地仓库里制作道具的道具师。那他平时喝酒吗？确实爱喝酒，还爱打牌，牌风不太好，经常耍赖。不过总体来说，这个人算老实，挺胆小的。那把枪你有检查过吗？看过了，是他自己的枪。1个多月前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的无缝钢管，开始自己在家里制作枪支。大概2个星期前，确认了吗？问过了，胡奇的妻子张月和母亲赵秀莲都可以作证。我们初步认定，死者是半夜持枪出门的，不慎枪支走火，打伤了自己，失血过多死亡。当然，这一切还得等验尸结果出来以后才能认定。制造这把枪还有剩余材料吗？我们想做这支枪的整体分离比对。啊，在他家的仓库里面还有一些制作枪支的材料，
还有一些自制的枪支弹丸，我们已经找人去提取了。是谁报的案呢？目击证人已经来到现场了。那我去找目击证人了解一些情况。好，那走吧。来报案啊，对，报案，讲下情况吧。就是那个，就是说，您好，我想了解一下案发现场当晚的情况。啊，你跟说。昨天晚上是这样的，我们哥4个喝了点酒，就在这儿打牌。打牌，对。10点多的时候，7对的牌啊，对吧？7对牌啊，那么厉害呢？嘿，这牌走7对了啊！快！小贵，别动，胡了！哈哈！哎，钱，好的。哎，这哪个组啊？城里不让放枪，走吧，咱们快走。昨天晚上啊，我们就在这儿看了，就在这儿就看了，对，在这儿。那当时胡奇在什么位置？就前面那儿。在棚里放枪啊？哪组？不知道，不让放啊。是枪声不？我听着是在这儿放枪。那谁呀？这也不是胡奇那孙子吗？对，我刚跟咱打完牌嘛，这把又喝多了，你当时确定看的是胡奇吗？肯定的，没错，就是他，对，太熟了。除了他以外，还有没有别人？没看到。你们有没有听见什么呼喊声或者求救声？这个我没听到。自己的枪走了火，又加上喝多了酒，不一定会喊吧。你看，右裤腿完全浸染在血里，但其他部分没有血迹。你看，这里有一个明显的枪口印痕，印痕有时候能反映枪口距离死者的距离，这是你的专业，说说你的看法。这是一把滑膛枪，就是我们常说的散弹枪。如果是近距离射击，那么就会在膝盖产生一个小的伤口；如果距离较远，则会产生一片小的伤口。这种枪呢，射击距离有限，所以距离越近，威力越大。像死者身上的这样的伤口，只有接触性射击才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枪口印痕。林队，枪支材料的对比结果已经出来了，您过来看一下。好，走。林队，这就是在胡奇家里发现的制作枪支的材料和弹药，是同一种材料。这把枪应该就是死者自己做的那把。这算是确定凶枪了吗？要进一步确定分离比对的话，还得去实验室做检查。但是根据这把枪的枪口印痕可以确定，对死者造成创伤的那把枪就是这一把。创口周围发黑是火药的灼伤，稍微挪动一下尸体，创口就会血流不止。这是弹后空腔效应，膛线枪所造成的创口只有1道，但这不是，这是霰弹枪所致。霰弹枪所造成的创口有很多条，寻找起来也很困难。其实这一枪的威力并不大，你看死者的腿部没有激情，你就知道他连腿骨都没有断。那为什么会流这么多血呢？这一枪打断了他大腿内侧的股动脉，失血过多很容易造成休克现象，如果不及时按压住的话，就会死亡。酒精过量，血管扩张，加速了血液循环，也加速了死者的死亡。现在致命伤找到了吗？既然这一枪有可能打断他的股动脉的话，要得知创造的走向，就要靠探针了。找到。这么快？创造深，难度不是很大。照个照片吧，这样就能很清楚看出创造的走向了。那现在咱们就可以解剖了吧？马上解剖。马上解剖？那死者家属要是不同意怎么办？强行解剖，这不是走火，这是他杀。怎么证明？我来给你演示一下。这是探针插入创造的角度，我把它放到我的腿上。现在我站起来。你说过这把枪有60公分长，那么也就是说扳机的位置在这儿，死者本人根本不可能去碰到这个扳机。
只有可能是有其他人以从下往上的角度对着他的膝盖开了一枪。行，马上安排解剖。谎言转眼欺骗，不是暗藏深渊。停下脚步，下雨的街，梦是鲜血，绿是枯竭。黄灯彻夜闪我不眠，又许我来破解。不安的跳动间。 却不能眠，历历浮现，被血将他的唇齿的纠乱撕解，笑旁人冷眼，人心不能搁浅。苍天日月隔间。 我来分辨，吹着口气，横对冷眼，触摸黑夜，如梦如烟，回首起无还佛心。破灭。 果然有其他外伤，看上去像是砖头的颗粒。这块砖头上粘附着血迹，还有毛发。为什么一个拿枪的人要先拿砖头拍打死者？这一侧有一个指痕，是大拇指留下的；另外一侧有3个指痕，分别是食指、中指、环指留下的，也不到半个指节。用指尖去拿砖头，这也太不方便了吧！ 死者当时严重醉酒，和他打麻将的那4个人还没有排除作案嫌疑。这4个人很有可能互相之间作伪证。我检查过死者手上的皮肤，没有火药颗粒附着的现象，但是凶手手上会有，这是线索，也是证据。李大宝呢？我靠，谁捡到过？ 这真他妈是个人！